酒吧、KTV 啊、娱乐场所就去玩嘛。然后买彩票的话，一次买个5、6千、7、8千、1万，甚至更多嘛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可能以小博大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振库啊，我身边是小杰哥啊，上海的第4位败家仔，好吧，今天来采访一下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小杰哥。那么小杰哥啊，听讲你是上海的第4位败家子啊。谦虚。你今年是多少岁数了？40不到38啊。你是怎么个败家了呢？是这么个回事，这可以从那个17年开始讲起。那时候呢，因为刚刚那个兴起这种网络贷款啊、银行贷款还有信用卡嘛，然后那时候接触了这一行。因为之前家里管得比较严，就是花销呢就比较小，然后突然之间有了这些行业，所以说自己就开始那种去办信用卡、办网贷、办然后那种银行的贷款。正好那时候单位里也有同事带我一起去那种就是酒吧、KTV 啊，还有这种娱乐场所就去玩嘛。然后就是把所有带来的钱，然后就一直花销在那个上面。后来在那个花销的过程中呢，又认识了一个女的，然后跟她呢就是谈了比较长时间，但问题最后没有任何结果，然后导致自己那个心里呢就是备受伤感。最后呢就是在分手的一段时间里比较颓废，然后就想找一些刺激的那种娱乐项目，就那个去抒发一下自己心里的郁闷嘛。正好在这个时候接触到了买彩票这一行。然后买彩票的话，一开始买的是比较小，但问题是中的也比较小。然后突然之间就想，那说白了就多买一点，一次买个5、6千、7、8千、1万上，甚至更多嘛。然后这样的话，就那个可能以小博大，一下子更多。当中的话可能赚了一些，就是赢得一些小利，但最后呢，统计下来其实玩了1、2个月，其实输了差不多40、50万肯定有的，因为越买越大，收不释手了啊。然后就加上之前一直在外面玩啊，然后那个花销啊，其实到最后整个人差不多要90几万到100万左右，就等于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就用掉了。差不多一共是半年到8个月左右，挥霍了，就等于是。对，差不多就挥霍完。那你这个钱这个缺口怎么办呢？因为实在自己没办法去那个就是填补这个窟窿嘛，然后就跟我父母去那个说明了这个情况。然后父母呢，也就是因为是这个时候呢，跟他们好好说，他们呢虽然就是斥责了很久，但问题他们还是心软了，就是拿出了自己给我准备的一套房子，然后就便宜的低价了处理掉，然后帮我去还了这笔债。房子这个处理掉多少钱呢？处理掉差不多100多啊。它原价的话能卖到多少呢？原价的话可以卖到200、300。就低价能拿到现钱的方式了。对，因为时间拖得太长，它利息越高。如果不低价去处理掉这套房子，那以后就是越滚越多，他们就没办法，只能最后去找人帮忙那个处理掉了。那你这130万还掉了之后还剩多少呢？还掉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多少没有多少了。对反思一下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嘛，其实觉得怎么说，有时候也会后悔啊，因为觉得花了那么多，其实说到底可能真的是不值得，有点对不起父母，对吧？有对不起这好兄弟嘛。那么现在几年也过去了，你现在的生活呢？这个生活就自从还完那个钱以后呢，太平了大概2、3年左右。到2020年的时候，因为疫情的原因封在了家里，然后实在太无聊的情况下接触了抖音直播，然后在抖音直播里面认识了一个女主播，